家境贫寒的高材生正在学校餐厅吃饭，校花忽然坐到了对面。这个给你吃。说着话，将一只鸡腿放进了高材生的刀削面里。这位高材生郑大庆一时愣住了，有心把鸡腿还回去，举起筷子，他心想不好，这筷子我已经用过了，直接夹鸡腿还给校花似乎有点不礼貌，显得不太卫生。可不还回去，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吃人家的鸡腿啊？于是他的筷子就悬在面碗上方，一时停住了。发什么呆呀？我买多了吃不完，你帮着吃了吧，都是同学，这点忙都不帮吗？嘿，这位校花可真会说话。高材生郑大庆一时语塞，只好埋头吃下了这个大鸡腿。平时他可是从来没有买过肉食吃啊。怎么回事呢？因为家里太穷了，母亲靠种地独自把他拉扯大，考上了这所名牌大学。他必须省吃俭用，减轻母亲的负担，努力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才能让母亲享上几天清福。这就是他的目标。郑大庆心里明白校花的用意，可他现在还不想谈恋爱。另外，据说这位校花袁立芳的爸爸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妥妥的富家千金，白富美，根本就门不当户不对。接下来一段时间，校花袁立芳时不时就送给郑大庆一只鸡腿啊，或是一块牛肉什么的。郑大庆每次都想拒绝，可他嘴不太好使唤，总是被袁立芳说得哑口无言，最后只能乖乖地吃下对方送上的好饭菜。这一天，郑大庆吃着饭，心想不行，我必须得拒绝，以后再也不能白吃人家的鸡腿了。欠这样的人情，我将来拿什么还呀我？正在这儿胡思乱想的吃饭呢，校花袁立芳又来了。这次手里拿的不是鸡腿，也不是酱牛肉，是2张电影票。郑大庆，我这儿有2张电影票，下午咱俩都没课，一起去看电影吧。说这话的时候，袁立芳是笑容满面，一片温柔。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郑大庆竟然腾地站起身来，向着袁立芳深鞠一躬。谢谢学姐你的好意，我不想去看电影，以后也不要再送给我吃的了，以前吃你的东西，将来我会找机会报答的。说完之后，郑大庆转过身，是大踏步离开了餐厅。袁立芳这个难受啊！好在这会儿吃饭的同学不多，没有人看到他的脸已经红到了耳朵。好啊，郑大庆，你可真是太不懂事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哼，看来我必须使大招啊！礼拜6的晚上，郑大庆正在超市买生活用品，手机铃声忽然响了。郑大庆，我是袁立芳，我在翠江路上呢，你快来救我！话没说完，袁立芳的手机就被挂断了。郑大庆毫不犹豫，撒开腿就跑出超市，赶往翠江路。3分钟之后，郑大庆找到了校花袁立芳，几个小流氓正围着他动手动脚呢。住手！郑大庆大喝一声，冲了过去，推开距离袁立芳最近的2个流氓，然后用身体护住了袁立芳。哪来的臭小子多管闲事？4、5个小流氓一哄而上，要打郑大庆。郑大庆长得比较瘦弱，没多大力气，可此时他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一股子猛劲儿，左一拳右一脚，竟然将2个为首的流氓打翻在地。可是太不巧了，其中一个脑袋先着地，当时就一动不动了，严重脑震荡，有生命危险。除了伤者被救护车拉走之外，其余的人包括郑大庆和袁立芳全被带到了公安局。这事儿其实是袁立芳找来的人假装非礼自己，好让郑大庆英雄救美，跟自己产生更多的交集，进而发展感情。几个假扮流氓的人没有袁立芳的同意，也不敢说出实话，只说是几个人喝多了，做了调戏妇女的事情，被当作寻衅滋事，受到了行政处罚。唯独郑大庆被暂时拘留。
要等到受伤的那位是死是活有了结果再做处理。几天之后，医生说伤者一直昏迷不醒，大概会成为植物人。法院这边也要对郑大庆开庭审理了。袁立方这下可着了急了，怎么办？我这不是害了郑大庆吗？虽然别人调戏我是假的，这事儿不能让大庆知道实情，可他不顾一切来救我是真的呀，怎么能让大庆他摊上这种冤枉官司，最后再坐牢呢？不行，我得赶快救他出来。于是袁立方硬着头皮找到他爸，如实把自己为追求爱情把喜欢的人给害得摊了官司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爸，女儿办错事了，求您帮忙救救郑大庆吧，我不能对不起他。哎，你这个丫头，都怪我把你给惯坏了，要不是你妈死得早，我非得揍你一顿不可。说归说，骂归骂，这位袁世才董事长还是马上行动，亲自出面向司法部门交代清楚了事情的经过，同时与伤者亲属取得联系，承诺负责全部医药费以及做出经济赔偿。幸运的是，这位伤者不久之后苏醒过来了，基本恢复了健康。郑大庆重获自由，回学校继续读书。大庆，谢谢你见义勇为救了我，真是对不起，让你受连累了，耽误你这么多天的学习。没事，咱们是同学，同学有危险当然应该出手帮忙，这很正常。大庆，要不这样，你今天来我家吃晚饭吧，算是给你去晦气。谢谢你了，袁学姐，你的心意我领了。我看咱俩还是少联系吧，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郑大庆拒绝了校花袁立方的盛情邀请，不等对方再说别的，转身独自回了寝室。望着郑大庆走远的背影，袁立方紧握香拳一跺脚。郑大庆，你真是个混蛋，清高什么？自以为了不起呀！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了呢。想到这儿，袁立方气哼哼回了家，砰的一声关上房门，趴在床上流眼泪。哭了一会儿，他不哭了，心里暗叫着自己的名字：袁立方，你就这么没出息呀？哭算什么本事？他拒绝你，你就没办法了？岂有此理！你必须把他追到手。哎呀，可我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哎，有了！我爸他不是跟我们校长关系不错吗？我何不求求老爸，让老爸帮我出出主意。对，就这么办。过了几天，郑大庆正在自习室看书呢，辅导员老师忽然来了。大庆同学，麻烦你出来一下好吗？郑大庆站起身，跟在辅导员身后来到走廊。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大庆同学，不是我找你，是校长找你，我只是来通知你一声。快去吧，校长在办公室等着你呢。郑大庆心里马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师，校长找我有什么事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快去吧，去了不就明白了吗？啊，哈哈。郑大庆皱着眉头，一脸严肃，惴惴不安地敲门进入了校长办公室。大庆，来，坐下，先坐下。把你叫过来呀，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校长满面慈祥，笑容可掬，是语调温暖。可听完了他所说的这件事情之后，郑大庆仿佛是晴天一个霹雳，然后浑身被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了一样。校长说呀，因为郑大庆前些天在大街上与人发生斗殴，把对方打住了院，已经涉及到了刑事问题。虽然现在被放回来了，可是学校方面为了缩小影响，也是为了保护郑大庆，希望郑大庆休学回家一段时间，等以后有了恰当的时机，学校再通知他来上学。其实就等于是劝退。哎呀，校长，我不能退学啊，我不能退学。大庆，你先不要激动，不是退学，是暂时休学。再说了，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
也得等你回去考虑好了，同意了，才可以让你走，好吧？你先回去好好想想啊，想好了再说。郑大庆两条腿像是灌了铅一样，迈着沉重的步子回了寝室，钻进被窝就止不住眼泪了。他心里这个委屈呀，但更主要的还是担心自己的母亲。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靠种地把郑大庆抚养长大。娘要是知道了自己被学校劝退，他老人家该有多么难过呀！大庆，大庆，你怎么哭了？郑大庆擦了擦眼泪，一看是袁立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床前，于是郑大庆就把刚才校长找他谈话的事情如实说了。大庆，你等着，我来帮你想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你别管了，让我爸帮忙找找关系。说完话，袁立方转身迈步出了郑大庆的寝室。隔了一天，校长再次把郑大庆叫到了办公室。大庆啊，学校又开了个会，考虑到你的家庭情况，还是不让你休学了，你就好好安心学习吧，不要再有什么思想负担啊。好了，快回去上课去吧。郑大庆转忧为喜，是如释重负。他知道这肯定是学姐校花袁立方帮了忙，内心就甭提多感激了。袁学姐，为了表示感谢，今天我请你出去吃饭，你想吃什么都行。袁立方听到这句话之后，他是开怀一笑，面似桃花。就这样，郑大庆与袁立方走到一起，成为了恋人。那么他们之间将来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两个人能不能一直走下去，步入婚姻的殿堂呢？欢迎关注下一段故事：三角热恋。